道家到底有多么神秘？古代皇帝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让底层百姓吃不饱，但是还要你活着。你要不信，听完这个视频你就懂了。在古代，人是要分等级的，士农工商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但是绝不止于士农工商，还有官民分等、男女分等，一切都要分等级。而皇权是至高无上的，这就是儒家思想的精髓。而皇权它偏偏采用了独尊儒术、罢读百家，影响了华夏文明2000年。士农工商导致商人、创业者在历史中的地位极其低下，不认识点关系，寸步难行。直到今天啊，一个吃公粮的，哪怕工资再低，他都会感觉自己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如果你也这么想，那你就去感谢董仲舒吧。官民分等导致官官相护，普通的老百姓在真实中啊，几乎没有什么正义可言，打不赢官司，最后都郁郁而终。贵族士大夫阶层贪图享乐不作为，而男女分等让女性在历史中的地位极其低下。我们的传世宝典《论语》上清楚的记载，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把女子和小人并列，这不就是赤裸裸的歧视女性吗？还能有什么解释？而《论语》我们竟然学了2000多年，还说什么半部《论语》可以安天下，但是没错，就是苦了底层。而奇怪的是呢，到今天还是有普通的人啊，把《论语》视为传世珍宝。而裹脚这种陋习呢，在我们历史上存在了1000多年。我们可以上网了解一下，查查裹脚它是怎么进行的，将女人的脚趾骨折断，碾压在一起，还说什么3寸金莲，简直就是荒诞。而这些还不算什么，分完等级之后啊，儒家又提倡说人要信命，为什么呢？核心思想就是让贫苦百姓家的孩子一辈子都不要想着翻身，包括下一代、祖孙3代、世世代代。而目的呢也非常的明显，贵族他永远都是贵族，就是保护贵族群体和家族血缘宗亲制。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其实还远不止这些。儒家从汉代开始啊，就提倡守孝制度，父母死后要守孝3年，同姓长辈死后守孝1年，异姓长辈死后守孝半年，并且在守孝期间不可以参加劳动，就是不让你出去工作赚钱。还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扶而后能起，胀而后能行，终日哭泣。如果不遵守这个制度啊，或者是在守孝期间参加劳动，那就不算是个孝子。如果不是孝子，在当时那个儒家笼罩的社会里啊，相当于今天的老赖，可能是做什么都会有限制，邻居朋友都瞧不起你。为什么要提倡如此扭曲的制度呢？第一个，皇权要剥削百姓的精力，不能让你发展的太好，吃得太饱。然后呢，就引用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和守孝制度，然后再提倡百善孝为先，用这种制度啊做一层道德绑架。从汉代开始，平均每个成年人一生中要守孝10年，所以才引发了一个历史现象，这就是我们过去的4000年历史中总有外族来犯，五胡乱华，汉族几乎未。但是在汉朝之前啊，战国七雄随便拿出一个都能打败匈奴，就连秦国统一之后，不仅修建了秦长城、都江堰、郑国渠，在军事上还北伐匈奴，南征百越。就是到汉朝之后，一下子就打不过外族了。其实啊，就是汉朝实行独尊儒术、拜读百家之后，皇权过度的磨灭底层百姓，过度的拉开贫富差距，缺少了创新和发展，生产力根本跟不上，连年饥荒不断，每年都有部分地区粮食根本不够吃，老百姓常年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面黄肌瘦，身材矮小，所以啊，打不过外族也成了正常现象。到了明朝呢，大儒顾炎武说，国家危难是朝廷臣子吃肉人的事情，和老百姓无关。反之，天下兴亡，匹夫才有责。就是说啊，自己快没饭吃了，快被屠杀了，才要反抗。后来5万清兵入关，就打败了300多万南明部队。按照楚云飞的话讲，就是300万头猪，几万清兵几年也抓不完。明朝几千人打一个都没有打过，投降的太多了，内奸也太多了，没法打。这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它出了问题。儒家文化就是帮助皇权育民于民的一个利器，而儒家文化居然在我们的历史上存在了2000多年。今天我告诉你，华夏历史先秦时期百家争鸣，除了儒家文化都是强悍的，最典型的就是道家文化。黄老道家呢，最早可以追溯到轩辕皇帝，而《道德经》也是我们华夏历史上文化的根源。说到这里啊，又有人不懂了，《道德经》它哪里强悍了？不就是主张无为不争，让我们顺应天命吗？和儒家有什么区别？但自从马王堆汉墓的出土，后人才知道，这依然是皇权儒生们的骗局。马王堆汉墓啊，是一座道家宝库，1971年出土于湖南长沙。在出土的帛书中有一本老子5000言，就是《道德经》。但是惊奇的发现啊，帛书版《道德经》居然和我们熟知的《道德经》竟然完全不同。我们学了2000多年的《道德经》，它居然是假的。而出土的《道德经》的顺序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应该叫做德道经。德是人的修为，道是自然的规律。德在前啊，是以个人修为为主，其次要符合规律，顺势而为。道在前呢，更注重的是规律、天命，其次是人的修为。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的关系。这还不算什么，真正的料啊，是在内容上的篡改。
例如现代版《道德经》第14章指出，持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意思是说呢，掌握过去古老的规律，再理解我们现在周围发生的事情，这样我们就能知道从过去到现在的一切。在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版却是持今之道，以御今之有。前面的这个今字变成了古字，意思呢就变成了掌握当今的规律法则来了解我们现在周围发生的一切，这就是道的规律演化。很明显啊，帛书版《道德经》和现代版的《道德经》意思它完全相反。说白了，原来老子啊可没说什么以史为鉴，而是讲实事求是。还有一句话是最洗脑的，现代版《道德经》说呢大器晚成，而帛书版《道德经》中说呢大器免成，只差一个字，但意思它完全不同。大器晚成指的是有能力出众的人想要获得成功，需要长时间的磨练，常常被用来鼓励那些在生活中没有成就的人。而大器免成的意思是呢，一个人可以承担重任，成就一番事业，不单单靠人力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在特定的时间里，特定的社会环境，顺应天意。就比如当年雷军离开金山之后，经过痛苦的思考悟出的一个道理，比聪明和勤奋更重要的是顺势而为。虽然只差一个字，但是对后世人的影响是巨大的。而相信大器晚成的人呢，可能很勤奋，感觉早晚有天成功会属于自己，但这始终偏向于一种鸡汤。相信大器免成的人呢，学会了顺势而为，在同样的努力之下找到了自己正确的方向，这比盲目的努力更加的重要。我们再举一个例子《道德经》中第8章说与善人言善信，而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上写着与善信。其实这句话是《道德经》中最令人感到困惑的部分，为什么道家思想会有儒家的风味呢？怎么又开始教起仁义了？后来帛书版出土之后大家才知道书中根本就没有与善人和言善信，而只是一个与善信。因为老子的思想中天下有道，所以就不会刻意的体现出什么仁义道德。如果你为了追求仁义道德的名号去做事，那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最终的结果也就是天底下的人都成了虚伪，为了名声好听才会追求仁义道德。因此最好的品质是纯真的、简单的、自然的本性，最好的日子也是自然不然、不知不觉的生活。所以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版才是道家的真相，才是老子想向后世表达真正的意图。而老子对天地循环的解释也就早就写在《道德经》中了。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始，可以为天下母。无物之其名，强自之曰道。他的意思是在说呢，有一物由万物混合而成，早就在盘古开天辟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它无声无形，它遵循着自己的规律，永远都不会改变。它存在于无限的循环之中，永不停息，可以是天下万物的根源，也可以是天下万物的节点。我不知道怎么称呼它，就姑且称它为道吧。所以老子的智慧太过于超凡脱俗，他不仅看透宇宙的真相和世界的本质，还悟出了无数的道理，这就让统治者有了很大的危机感。一旦普通的老百姓都能悟到老子的智慧，拥有了看透真相的能力，那统治者的愚民的手段也就彻底的失效了。无奈的统治者只能篡改老子的传世书籍，让道家思想充分的融入到中下阶级，让人变得无为仁义，不争且亲命。把统治者用儒家思想固化的等级分化，拉开贫富差距，再用道来解释，让底层人觉得贫穷也要安贫乐道，还要觉得这是理所应当，让中下阶级的人变得越来越愚昧。所以在这2000多年里，《道德经》被篡改了700多处，而帛书版《道德经》的再次出土，再加上网络时代的附加，这才让很多人看到了道家的本质。修改的细节太多了，有很多在视频中是不能细说的。就连现在学术界依然采取回避的状态，因为谁也不想打破这长久以来的固有思想。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这句话洗脑了我们2000年，而帛书上却是上善治水，水利万物而有敬。所以这本书我极力推荐，内容都是和马王堆出土帛书版是一致的，印刷非常好，还有和现代版《道德经》的区别列举，就连每一页都能清晰的看到注解。所以这本书大家一定要多收藏几本。